这就是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祖、巴巴拉拉、巴巴利波、巴巴包、巴巴贝尔、巴巴布莱特、巴巴布拉波，记住了吗？马懂什么？蓝色暴风，我是蓝豹，欢迎上本期蓝豹测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出品的这个凯魂刑天。当我刚拿到这款刑天的时候，我忍不住赞叹一句，这也太像隔壁厂那个 SHF 那个可动小人的包装盒了吧。奥迪双钻规格出这样的一个包装盒，也就表明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包装方面的话呢，我就不对比凯魂了。那么简单来浏览一下，盒子正面是玩具实拍的图片，以及上面写的名字刑天。盒子侧面的话呢，真的是太像隔壁古雕了吧。底下的话呢是凯勇士刑天的 logo 以及凯超市的 logo， 这边的话是凯魂以及刑天的标志。那背面的话呢是整个玩具的特写以及所有产品的展示，大概就是这样了。抽开拉关来看一下，哇，这次的内容物也是别有洞天的，在这个白盒的旁边也写着两个大大的凯魂二字啊。凯魂以守护为铠，以勇气为魂。刑克以行为准，克为心。这个东西就是万恶之源啊，导致后来的产品线啊，全都是以这个标准来做的。内部方面的话呢，是主体的刑天以及它的手型配件、各个武器装备，还有召唤卡以及纽扣电池。然后呢，就是凯魂刑天所用到的地台支架，以及磁控的这样的一个凯勇士立台。拿到主体，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封套全部都撕下来。紧接着安装发光灯组，将头部拔下，口拆除。头部的发光灯组呢是从背后安装进去，然后再安装回头部。胸部的发光灯组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拿出磁控的立牌，点亮胸口，点亮眼灯。实话来说，这个灯效在暗光环境下的效果真是绝了。只可惜这个灯啊，只有这么一种发光模式，再按一下它就熄灭了。随着时间推移啊，这个刑天啊，真是几乎啊把所有的铠甲的产品线全部填满了。不管是哪个系列啊，铠拼也好，铠拼 Z 也好，铠装也好，铠魂也好，刑克也好，几乎都有刑天铠甲的身影出现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蓝豹会单独出一期刑天铠甲的大总结，不知道大家意下如何呢？那么简单来聊聊这次的凯魂刑天的这个身形比例啊。说起比例的话呢，还是依然要对比起这个基础刑天、铠拼、刑克以及铠拼 Z。那么这4只刑天呢，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不过以现在的主流市场，肯定是1:12更显优势。如果说抛弃了这个比例方面，也就是1:12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刑克的刑天它身上的问题就会被无限放大。无论是头雕的还原度啊，还是身上的底衣啊，都做的是非常的廉价，甚至是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细节，完全就是用遗印和涂装来把它一些缺点给掩盖掉。而铠拼和铠拼 Z 呢，无论是身形比例和还原度方面的话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铠拼 Z 啊，无论是价格啊，还有它的材料的选用啊，都做的是没有办法可挑剔的，做的真的是很棒。那么这款凯魂刑天可以说是奥迪双钻把它所有的功力都用在它的身上啊，用所有的刑天来进行试模，堆积出来这么一个新的产品，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无论是说头雕的这个还原度，还是它的底衣皮套的这个褶皱细节，如果说它的价位能再稍微便宜一点，我觉得就非常的完美了。说硬要挑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召唤器啊，它不能被拔下来，真的是有点可惜了。那么这款凯魂的刑天呢，材质可以说是用的是非常均匀。首先脚底板的话呢，它是合金件啊，所以说站立是非常稳的。然后呢，这款产品的松紧度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啊，可以看到啊，这次调教可以说是比之前的帝皇啊、修罗啊要紧很多啊。你看这关节做的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它的重量感，哇塞，放在手里头真是沉甸甸。我虽然说没有秤啊，但是我可以说是比我之前玩过的任何一款小人都要重一些，做的真的很棒啊。
然后我想说，这次终于是把这个刑天这个面部啊，给这个神韵给做出来了。哇塞，这个做的终于是对了一次啊！你像之前啊，虽然说做的都挺好，但是呢，总是感觉对不上。而这次的凯魂这个刑天做的就，非常的正啊！你看他这个面雕，这个眼部的这个机械细节，不能说是复眼，这个机械细节做的真的是很还原皮套的造型，而且这个面罩的这个蓝色啊，这个深蓝色啊，也是很还原的。没有深一点也没有浅一点，做的是非常还原于剧中的。加上它这个天线啊，就是之前的很多的这个刑天，尤其是刑客，它那个天线做的就不对。而这次的这个凯魂刑天啊，无论是说它的长短，还是两边这个天线的这个间距，做的反正就是非常的正。紧接着的呢，给大家来看看这款刑天的可动性。那么头部的话呢，它可以抬头；低头的话呢，可以内低，下巴可以放到这个盔甲内部，头部旋转360是没有任何压力的，肩部拉伸出来一点，然后呢大臂就可以平抬90度了，360度的旋转，大臂的自转关节、曲肘关节可以超过90度，小臂的自转关节，手心这个部分呢是拉伸出来，它就可以这样左右转了，然后再加上它360度的旋转。腹部这个位置是关节是可动的，左右转是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后边也不会穿帮。腰部虽然说没有办法达到360度旋转，但是根据这个人体工学，这个角度才是正常人能摆出来的角度啊。大腿平抬大概是到这种幅度，有点低啊，但是我试了试它这个拉伸关节，反正我这是拉不动啊，它只能提到这么多，有点可惜。然后呢，它的平转，屈膝关节可以超过90度，脚踝可以360度的旋转，而且有一定的接地性。脚尖这个位置也是可动的。大腿的前提角度非常的大，后提的话呢，因为屁股的关系啊，可能就提不到了。手型配件方面呢，除了手型上的这一对握拳手，还有额外的右手的持卡手以及左手的指人手、掌劈手、握持剑或者握持枪的一对手型，还有放松手。当然呢，在大家插把手型的时候呢，也无需担心。我一开始呢是觉得就是它这个伸缩的关节容易把桩给拔断，但是实际上好像这个桩还是挺稳定的。武器装备方面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把通用的火星剑。那么凯魂这个火星剑呢，24星的文字啊都是浮雕的刻画，做的是非常的不错。后边呢还是有这个刑天小队的 logo。同时啊，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这个凯拼的这个版本啊，因为这两个版本都是浮雕。那么从长短上来说呢，可以明显看出来凯魂的是要比这个凯拼的稍微大一点点。我这个剑呢，剑柄这个位置是有点中奖了，有点小掉漆，我个人感觉还是无伤大雅的。火星快枪方面的话呢，它这个细节涂装做的还是非常不错。而且我还忽略了一点啊，就是在枪柄的这个末端这个位置，居然还有一定的这个机械细节。这一点还是挺有意思的。电光机也简单来看一下，这次我觉得很惊艳的地方就是在它底下居然是有这个机械细节。我记得前几个无论是凯拼和刑天好像是没有这个，而凯魂居然能把它给做出来，真的是非常的精细。当然呢，这个电光机还是依旧可以和火星快枪进行组合，火电枪的一个状态。最后呢，就是这几张召唤卡，就是整个刑天所用到的形态转换以及武器的各种召唤卡。当然呢，这个召唤卡是正反两面啊。我开始以为呢，这个可能是什么遗印，但是没想到我摸上去啊，这个是浮雕啊，兄弟们，你们从这个光泽表现上就能看出来，这是浮雕。哇塞！简单的拿出一张刑天的召唤卡来插入召唤器中啊。插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只能插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能再往下插了。如果说是怕取不出来，可以把它打开，然后从中间拿出来也行啊。总比这个插一半不插进去的观感强，真的是让我很难受啊。介绍完这个配件呢，其实还有一个额外配件，就是它那个限定版的火刑掌啊，居然是没有被附属啊！我的天哪，这个属于奥迪双钻跟这个刑客学坏了，刑客这个捆绑，你奥迪双钻也要玩捆绑这一套是吗？那么这就是这款凯魂刑天的全部内容了，可以说是我蓝豹啊，从一开始的10年它上市播出，从最开始的可动人偶到现在的这款凯魂。
历经这么多个年头啊，见证了这个奥迪双钻的风风雨雨，没想到他在形片上能下这么多功夫，无论是演员的回归啊，还是说玩具的去做啊，可以说是真的是对得起奥迪双钻这个业界良心了。虽然说这个捆绑销售的这个做法，我个人感觉有点恶心，但是看到他现在能做到一个这样程度水平的这个芯片，给我感觉还是挺感动的。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的？